小范医生，林主任，下手术了？啊，对啊，我听说是一个心脏破裂的病人，送来已经很危急了。得亏心包穿刺做的及时，抽了200多毫升呢。急性期还敢穿刺，谁穿的？周主任。啊，这就难怪了。这对他来说小菜一碟。不得不说，这手法都快赶上外科的手了。人家这叫内外兼修，那业务能力很能打的，不是浪得虚名啊。是吗？不是吗？还有手术吗？没了。哎呀，真好啊！我这儿科要叫会诊，这又得加班。走了啊，拜拜，拜拜。我也马上走了，回家吃饭。喂，你好。喂，你好，我是 GICU 的方小然，请问你是哪位？林毅。林主任，胸痛中心这里来了一个病人，现在怀疑是主动脉夹层，麻烦你过来看一下。行，我马上来。怎么样？患者1小时前胸痛入院，在2级医院做的胸部 CT， 左右上肢压差50，肾主动脉看着有点宽，但是因为平扫没法确定。心超一来了。心音遥远。我们现在给你做一个心超检查。果然有心包积液了，升主动脉有内膜片飘动，肯定是夹层了。升压药不起作用啊？ CT 室能空出来了？还没有，我跟他们说了，让他们给我们插个队。去催。通知手术室，立刻准备手术。不行吧 ？CTA 没做呢，怎么做手术啊？来不及了。你愣着干嘛？林主任，这不符合流程。我让你去就去。推个转运床。罗主任，不好意思啊，你科里的电话一直打不通。急诊这儿有个夹层的病人，很着急。让去吧。小方主任，现在病人直接送去手术室了。张真，把影像科刘毅的电话给我。人呢？刚被推走了。小方主任，现在病人直接送去手术室了。你确定没有用？就算看到内膜片飘动，也有可能是伪影，心超看不清楚的。CTA 才是确诊夹层的金标准。他这种情况怎么做 CTA？ 血压已经低成这样了，夹层很可能就破了，还把他推到 CT 室，一来一回半个小时，你觉得他扛得住吗？ Do you know harm？ 这你都不在乎了吗？你有没有想过，一个病人没有明确证据就被开胸的后果？万一开进去不是夹层怎么办？我想不了那么多了，我知道这个女孩如果不接受手术，她随时会死。不行，我是接诊医师，不能由着你胡来，必须要先。我怎么是胡来？一定要先 CTA 才能确诊。喂，家属在外面。你们就是张雨绮家属。我老婆怎么样了？现在情况很不好，我们怀疑她是 A 型主动脉夹层，这个病是要命的。但是我们得先做 CTA， 我们才能确诊。那我现在去哪儿做 CT？ 没时间做 CTA 了，她现在情况必须马上做手术。必须得先做 CTA， 这样才能了解血管病变的程度跟位置。到底是什么意思？我现在是做 CT 还是做手术啊？医生，我听明白了，你说那个什么夹层要命，得开刀。这开刀呢，得先做 CT 才能开刀，可是做 CT 又来不及了。那咱们能不能有一种折中的保守的治疗办法呢？
比如说吃点药什么的。没有折中的办法。现在的情况就是做手术，人不一定能活，但不做手术，人肯定就没了。林主任，签字了，没时间再折腾了。主动脉破了，神仙也救不回来。签字，刀我负责开，字你负责签。你放心，人到我手里，我不可能看着他死。剩下交给你了。还有这儿，还有第二眼，这儿。你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？严重违反流程不说，即便病人真的是夹层，没有 CTA， 你怎么知道撕裂的程度跟位置呢？林毅，我再提醒你一次，你会闯大祸的。你就没拦着点他们俩呀？那二位谁会听我的呀？而且，时间确实紧急，林主任也是为了救人。救人归救人，他这么做太莽撞了。门前2、4、6、8、10、12、12，14的钳子。谢老师，签了吗？没签。这个病人没做 CTA。什么2、4、6、8。林毅，你是不是疯了？没有 CTA 你敢做这个手术？你敢做，我可不敢麻呀！什么？没有 CTA？ 来不及了，我看过心超，指定是夹层。林主任，现在不是能不能确诊的问题，而是如果不做增强 CT， 那就是违反流程。如果病人术中去世，或者是术后脱不了机，咱们都得完蛋。夹层手术本身就是高风险的，你应该更清楚啊。我知道，所以你们做不做？哎，你问江主任了吗？或者问问崔院长？这种事情总得领导拍板吧？江主任今天在外院参加别的会议，崔院长也不在意。打电话呀！电话都24小时待命的。林毅，夹层本来就是高死亡率的，运转中、术中都是有可能死亡的，这些事情是要提前跟家属说清楚的。但是你不遵照正常的流程去做，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。万一他死在手术台上，算谁的？算我的！都算我的，我是主刀，一切后果由我负责。如果谁还有疑问，现在就可以离开。要是我们继续在这儿浪费时间，那个女孩在外面随时都会死。她才28岁。拜托各位。都别愣着了，干活。什么？没做 CTA 就开进去了？对不起，白老师，我没拦住他。你这总得要跟上级去汇报啊！你是首诊医生，你给江主任打电话了没有？毕竟是外科的事，我跨级别、跨科室联系，好像不太合适，所以才赶紧打电话给你。也对，那这样，我来跟江主任打电话联系啊。这事也要知会崔院长的。好的。什么事儿啊？这是。喂，那个崔院长，您忙吗？A 型主动脉夹层发病率很低啊，每年就10万到20万分之一。咱们这周就开2台了，这2个月10例、20例都有。这种病呢，下级医院做不了，只要时间还来得及，都往上级医院送。你好，手术室。林毅，你给我马上停手！来不及了，
我已经完成了开胸和头皮血管的游离，采取腋动脉插管进行体外循环和脑灌注。那你开进去是什么情况？就是 A 型夹层，而且扯得很厉害。你要尽一切的努力，一定要保证这个病人的平安。我猜咱们现在应该是出名了，全院都知道咱们在作死。你好，手术室。我是江经理。林医生正在手术，做到哪儿了？正在进行深低温停循环。病人情况怎么样？还算平稳。停循环多久了？10分钟，正在吻合远端血管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加大抽吸。进来。江主任，林主任说不用换人了，替换太耽误时间了。部长。进来。远端吻合好了，结束停循环，恢复下半身灌注。收到。血压恢复正常。脑氧正在快速下降。有脑灌注啊，脑氧不应该是这个降法啊。叶子。迷走右锁骨下动脉变异，所以脑灌注受阻了。那就是说，患者从一开始就没有受到脑灌注的保护。立刻加一根脑灌注管，快！来不及了，插管时间太长。直接缝合分支。从停循环现在已经过了15分钟了，吻合分支根本来不及啊！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来不及了？病人现在大脑缺氧已经15分钟了，而且脑氧还在急速下降。深低温停循环超过20分钟，人就有可能造成不可逆的脑损伤。就即便是手术成功了，人有可能醒不过来啊。因此要求林毅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一根分支的吻合，恢复大脑供氧。但是时间不够5分钟啊。4个林库里引线。正常情况下，能在10分钟内吻合一根分支都已经很快了。现在他血管撕得那么厉害，恐怕内膜外膜都已经分开了，5分钟几乎不可能啊。脑氧已经下降到45了，还在继续下降。那个什么迷走，为什么刚开胸的时候没有发现？迷走右锁骨下动脉位置隐蔽，开循环流离很难发现。况且时间仓促，要是术前有 CTA， 可能这些问题会避免。别慌。那现在这个情况，多一个主任上台会不会好一点？没有用，现在只能靠林毅了，靠他的经验，靠他的速度，靠他的应变能力，还有运气。快要降到40了。这组织都完全撕烂了，根本看不清了，这怎么缝啊？来不及探查了，现在就是闭着眼睛缝，靠感觉进针，读手气。崔院长。院长，坐。已经降到40了。
林主任，排气，开放。这是修了几世的人品才有这运气啊！命不该绝啊！继续。这个愣头青，他这么干，早晚闯大祸。让他来我办公室。李主任，后怕了吗？怕什么？崔院长有请。在没有完全确诊的情况下，就贸然给病人做开胸手术，你这不仅仅是无视医疗流程、医院规定，还是对病人的不负责。当时的情况已经来不及了，我从心超上看，病人主动脉已经内膜飘动了。心超的误诊率非常高，不然为什么要有指南、要有流程？如果它仅仅只是心梗呢？心梗跟夹层我还是分得清楚的，而且事实证明我开进去，我的判断没错。那你开进去之前，你预判到这个病人弓部上已经有分支变异了吗？这谁能知道？回答。没有。林毅，医院里这么多主任医师、专家教授，年资比你高，经验比你丰富，有谁敢拍着胸脯说在没有 CTA 的情况下就有把握开成功？你这不仅仅是拿病人的安危，也是拿你自己的职业安全在开玩笑，你简直胆大包天！我违反了医院的流程，我承认我错了，我愿意接受医院的一切处罚。但我有个问题。问。崔院长，您也是外科大夫，如果您跟我遇到一样的情况，您是会考虑自己的职业安全，而不顾那个女孩的死活吗？你一腔要救人的心，这个可以理解，但是你想过没有？当时病人的脑氧已经持续在50以下了，如果你没有及时完成吻合怎么办？那他不死也是植物人。你最后的那几针几乎是盲探盲缝的，如果没有缝上呢？做 CTA 是要耽误点时间，风险冒在前面，但是只要病人撑下来了，就磨刀不误砍柴工。你可以有及时的指引和预案。但当时的问题是，他的状态根本就撑不过做 CTA。那是你的判断，你看上去就节省了半个多小时，开进去了，你再遇到麻烦的时候，你没有 CTA， 我告诉你，林毅，你很可能束手无策。你仔细想一想，两害相权，孰轻孰重？你以为你是在冒着极大的风险在救人，可是承担风险的是病人和他的家属。一旦出事，你拿什么弥补？对不起，崔院，是我对他管教不严。
我请求处罚。是该好好的管教管教他。妈，你看这个。夹层，啊，撕太厉害了，一塌糊涂。病人活了吗？活了。你们医院做的？谁开的？一个新来的副主任医师，不知道你认不认识，叫林毅。名字挺熟的。啊，曹诺亚的徒弟。也来东丽了。比我晚1个多星期到职。听说是个手术天才，还真有2把刷子。而且，这个病人迷走右锁骨下动脉变异。这倒少有啊。CTA 给我看看吧。没有。什么没有？当时那个病人的情况特别危急，来不及做 CTA 了，林毅就直接开进去了。不做 CTA 直接开夹层？像这种情况，真的就不能尝试吗？这不是尝不尝试的问题，但凡有一点求生欲的外科医生都不会动这个手术，你还不清楚吗？这个 CTA 吧是手术的指引，你得知道撕在哪里，撕到什么程度，你在可能心中有数。你要是不做 CTA， 直接就开那夹层，就像在大雾里头开高速，速度还不能慢。哎呀，哥哥跟你说的一模一样。是这样吗？当时是哥哥接诊的，也拦他了，但是没拦住。拦的是应该的，要我在场我也拦。可是从结果上看，病人活了呀。就算是在大雾中开高速，林毅也带着病人平安到达了。这是侥幸。你以为当医生是拍电影啊？个个都是超级英雄，凭一腔热血。他再这么横冲直撞，早晚出事儿。那如果那个病人是我呢？你不愿意为了我冲一次啊？我不建议你做这样的感性假设。做医生就是要冷静，这点啊，你得向你哥学习。好，知道啦。但是几分钟能吻合一个分支，是不是超级厉害？这个林医生岁数不大吧？好像还挺帅。才怪！那你这么向着他说话？我哪有向着他说话？我就是就事论事而已。他那个人啊，技术有多牛，人就有多讨厌。我们还跳操吗？跳啊！你把坚果吃了，我去换衣服。心外科林毅的手术团队公然违反医疗流程、医院规定，院里决定全员通报批评，扣除本季度奖金，处罚公告会发内部邮件。不是，崔院长，这事儿处罚我一个人就行了，跟他们没关系啊。你的责任自然首当其冲，暂且停职，听候处分。是，你怎么处分我，我都认，但你不能处分他们，他们是被我逼的，是我跟他们说有什么后果我负责。你怎么负责？你只有1张执业证，够吊销几回的？我不服。以前在西丽都是主刀责任制，在我们这里不是。心脏中心是一个集体，没有个人英雄，整个手术团队的医护都是职责共担，不可分割，有功一起赏，有错一起罚，谁都不能置身事外。其实病人当时确实已经大概率确诊是主动脉夹层了，虽然流程不符合，但事实符合。而且术后查看病人的既往病史，发现他还有肾功能不全的情况，所以做 CTA 也是有风险的。也许这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。牺牲程序正义的代价是极大的，规则就是规则，是我们无数前辈用万千辛苦的经验和血的教训换来的，不是你，也不是你们其中任何一个人说破就可以破的。
请进。崔院长，有事儿吗？有。院长，那我在外面等。不用，你待着，你继续。我承认我自己有错误，医院怎么惩罚我都没有怨言。但我觉得医院搞连坐不合理，手术都成功了，人都救回来了，大家伙是有功的，就算犯了错误，也可以功过相抵。我刚才在会上已经宣布过了，手术团队是一个整体，你不想连累他们，以后就请记住这个教训。是，我已经记住了。那他们的罚金能不能从我工资里扣？你把自己抵押给医院都不行，惩罚是手段，不是目的。他们也和你一样，也要吃这个教训。那您能不能给他们打个折，或者少罚点儿？你是在跟我谈生意呢，林毅？难不成医院罚你们的款是为了挣你们的钱吗？还有事吗？林毅的技术是很过硬，但是性格太莽撞了。其实我也有责任，当时我没能拦住他，还好最后人给救回来了。你的坚持是很对的，小凤。你素来沉稳，这是做医生很重要的素质。你呀，是深得你妈妈的真传呢。哎，院长，对了，叫你来还有个事，我想白主任可能已经都跟你谈过了，院里讨论过了，由你来担任冠脉组的组长，兼结构性心脏病这一块，正式的任命通知这个星期就应该下来了。我知道，崔院长，我一定不会辜负院领导的信任。哇哦，正式邮件来喽！崔院长果然心狠手辣，竟然扣我们1个季度的奖金。我本就不富裕的家庭又要雪上加霜喽。哎，不用紧张啊，我研究了最近的风向，全是西北风，管够。哎，这小付跟晨晨是不是也被罚了？嗯。那我可得赶紧提醒一下林毅，最近千万别让我媳妇碰上，那可是他的2个老部下，护士长的怒火，一般人是扛不住的。哎，为什么这个院办邮件里写的是林主任要等候处分？这门诊和手术都停了，还扣钱了，这还不算处分？不算，罚钱是轻的，估计会被记过吧？啊，这么重？但从结果来看，病人被救活了呀。估计领导现在啊也为难呢，他确实是太冒失了。你说这一封起来不管不顾的，以后再有这种危重的病人，谁还敢跟他一块上台啊？听说当时周主任是坚决要做 CTA 的。要么说是周主任的，还是周全。这个 CTA 呀，既是为病人手术考虑，同时呢，也保护了作为医生的我们。道理是这么个道理，但是我太了解这哥们儿了，他的眼里边就只有病人。我后来才想起来，原来我们一块规培的时候，有个类似的病人没拿下，那是他手里过世的第1个病人。估计林毅是害怕悲剧重现，不能接受病人因为延误治疗而死。那难怪他要是也下不了台，林主任会愧疚一辈子吧？会愧疚的，何止是他呀？哎呀，我记得从我手里边第1个过世的病人啊，是个60岁的阿姨，术后心包填塞。我还能记得她的名字，跟我一个姓，叫王秀丽。我那个是一个2岁的孩子，有严重的先心病，家里本来就不富裕，
但是父母呢，怎么都不肯放弃，最后还是没留住。孩子走那天，我一见到他的父母，就绷不住了，跟他们一块儿抱头痛哭。哎，都是从那时候过来的。你说咱一天天累成狗，唯一值得安慰的，不就是这些危重病人在咱手里边死里逃生吗？这次的结果不差呀，手术成功了，此事半篇。正好有个由头，可以让那个自大的刺儿头先生先欠着我。没错。目前各项指征都是平稳的，就是一直在睡。他是不知道自己有多幸运。护士长，就是蓝黑笔。谢谢。护士长，护士长，他怎么样？比较平稳，放心。他年轻，底子好，恢复起来比较快。哎，我挺奇怪的啊，一般夹层发生问题都是上了年纪的男性，小张年纪这么轻，怎么会有问题啊？我觉得这就跟个人生活习惯有关系，工作压力大，生活节奏快，熬夜饥一顿饱一顿，这都是诱发原因。不是有句话吗？年轻的时候拿命换钱，老了拿钱换命。诱因是有的，但也不绝对。生病已经很惨了，别说的病人像有什么罪过似的。他还没有完全脱离危险，还需要密切关注。有什么问题直接找我。好，谢谢你。我以为我活不了了。我疼得厉害的时候，听你一直说救我，谢谢。不用谢。早日康复。你现在感觉怎么样？有没有哪儿觉得不舒服的？还好，谢谢。不用谢。后果我来担，收下，分期付款啊。麻烦阿姨了。哎，拿着。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不是什么不是不是啊？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想法啊，大家伙全在这儿了，一天净瞎琢磨啥呀？处分他们不算连坐。我是主刀，就应该我负全责。主刀是你没错，手术台上以你为主，但是他们每个人都是不可替代的，责任与义务共担，这是平等。他们都不主张给张雨绮做手术，是我逼他们的。他们做什么不做什么都有自己的判断，答应你的时候就预料到会有这样的结果。现在你想把所有的责任往自己身上揽，你未免太小看他们了。是不是挺自责的？
很好，保持这种愧疚感。起码人救活了。下次呢？林主任，你要的是赢，我看到的是赌。周主任，院里讨论过了，由你来担任冠脉组的组长，兼结构性心脏病这一块。正式的任命通知这个星期就应该下来了。心疼你的泪滴落在寒雨中凝结成冰。我要升组长了，变了。等待多久的回眸和关于你的曾经，至少相遇。哇，这么厉害的医生，居然还有这么多头发！5分钟之内，我要这个医生的全部信息。像云上的日子，有你的笑颜。时间就冰积下来，熟悉而又真切。吹着风，多轻松，对望那。心包穿刺哪家强？一个心包填塞的病人被从生死的边缘拉了回来。我家爱豆的手一如既往的稳。请你留在我的身边。张雨绮今天情况怎么样？还不错，放心。我把他的数据发给你看。知道了。谢谢。二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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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做噩梦了？我梦到那个女孩，她突然之间大出血，出好多血，我根本就来不及救她，然后她就瘫痪了。先缓缓，先缓缓啊，那是个梦，别当真啊。我给你打开灯啊。梦都是反着的，
做你认为对的事情，问心无愧就行。哥相信你。你怎么起来了？嗨，我等他呢，说不定今天晚上昙花就开了。我陪你。哎，那你穿上衣服啊。没事，我不冷。哎呀，你得穿上。我跟你说了，千万不能感冒发烧，否则万一诱发这个病了，你说打住！我批，行吗？每次一说感冒没完没了。哎呀，来，我自己。这什么时候开啊？